这次大选，埃尔多安有3招杀手锏，美国会在土耳其重演橙色革命吗？大家好，我是李哲。土耳其总统大选即将到来啊！作为主宰土耳其政坛长达20年之久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本次选举中占据着先天优势，有不小概率能够继续连任。不过，早已看埃尔多安不顺眼的美国，你觉得会眼睁睁着看这一幕发生吗？如果埃尔多安真的连任了，美国会不会像在乌克兰一样，在土耳其再搞一场颜色革命呢？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说，前2天土耳其已经结束了海外代表处的大选投票。相比于上次，这次海外投票足足多了30万人呢。从以往的传统来看，海外选民大多数会把票投给保守派的候选人，也就是埃尔多安。因此，这个海外投票数的增加对于埃尔多安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不过，虽然海外有利好情况呢，但是埃尔多安的竞选形势也不太乐观。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埃尔多安和反对派联盟候选人克勒齐达尔奥卢可谓是势均力敌，甚至有那么一丢丢的领先优势啊。首战未曾告捷，这在过去20年里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儿啊，形势十分危急。那么，为了争取民众的选票，埃尔多安也是连继3大绝招，企图对这个对手来一场绝杀，一举奠定胜机。我们来看啊，第一招就是展示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媒体报道说，埃尔多安近日和苏丹冲突双方的领导人都通了电话，表示想要主持他们的停战谈判。在此之前，沙特也曾进行过斡旋，但是失败了。一旦埃尔多安能够成功让苏丹冲突结束，甚至哪怕是降降温，也足够展示出土耳其的影响力。而只是缓和冲突的话，那么以土耳其现在在非洲的根基，可能性还是不小的。对于埃尔多安来说，这样的政绩足以成为他竞选的加分项，让选民的支持率上升一些。第二招，举行盛大的竞选集会。据俄新社报道说，这次集会有这个170多万人参与啊。从视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这无疑表明了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还是很受民众支持的。同时呢，在这么火爆场面的影响之下，想必有不少中立的选民会改变立场，投埃尔多安那么一票。第3招啊，也是大绝招了，那直接发钱收买人心。金融时报报道说，埃尔多安宣布给土耳其级别较低的公务员增加45%的薪资，让他们的最低工资达到1.5万里拉，换算成人民币就是差不多多了这么5300元人民币左右。据统计啊，这项政策将影响到土耳其70万人的收入情况。埃尔多安对于公务人员大撒金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算是购买选票了。不过，虽然方法比较简单粗暴，但是可以预见的是，效果一定不会差。毕竟，谁会嫌自己赚得多呢？不得不说啊，这还真是打在了对手的软肋上。毕竟，克勒齐达尔奥卢还没有现任总统这个身份的优势，这样的招数他是想学也学不来。你看，连续3招，无疑会让埃尔多安的胜率大大增加，成功连任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不过，美国恐怕不会这么轻易就让土耳其政坛被埃尔多安继续主宰啊！毕竟，在埃尔多安执政的这些年里面，土耳其和美国、俄罗斯之间那叫左右逢源啊，多次跟美国唱反调，而且还在重大事务上不听话。比如说，卡着不让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和希腊在地中海东部的资源问题上互不相让不参与对俄制裁，还坚持购买 S-400防空导弹等等，这些让美国对埃尔多安十分厌恶，甚至想除之而后快。要知道，在这之前，土耳其一直都是奉行向西看政策的，积极加入这个西方的金融圈子。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想要努力加入欧盟。但是你发现，自从埃尔多安上台之后，土耳其就开始逐步向东看了。先是深化中东问题的参与力度，后来又扩大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近些年来，更是想加入上合组织以及金砖组织。关键的是呢，土耳其还有着北约成员国的身份。你说这不等于是打美国的脸吗？那么以前呢，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根基比较厚，一呼百应，美国就算想拉他下马，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但是现在不同了，这个克勒齐达尔奥卢在土耳其也有不小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取代埃尔多安的地位。而且和这个埃尔多安不受美国摆布不同，克勒齐达尔奥卢还是更加倾向西方的。这个局面让我想到了乌克兰2004年大选前后的一个场景当时亚努科维奇已经赢了总统选举了，就等于是上任了。结果第2天开始，乌克兰国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就是橙色革命。结果呢，选举重来，亲西方的尤先科高票当选了乌克兰的总统。之后，在2014年成功当选，并且
担任了几年的乌克兰总统的亚努科维奇呢，又被同样的方式赶下了台，也就是发生的这个广场革命。从事后这个回看啊，也能基本确定说，这个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完全就是美国在背后一手搞的鬼。再回到土耳其问题上来，现在美国好不容易物色到一个既有影响力又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终于看到了可以把埃尔多安一举赶下马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埃尔多安再次连任，你觉得白宫会乖乖的接受这个结果吗？我想大概率是不会的。到时候或许美国就会在土耳其再次上演一次颜色革命。毕竟啊，这不是美国第一次这么做了。而且，单论土耳其，也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一次疑似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那也就是居轮运动。只不过美国现在一直不承认罢了，这最终失败了嘛。另外，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卢在前些天也公开表示，美国正在策划在土耳其总统大选中搞政变活动，从而完成7年前他未曾完成的计划。当然啊，现在这一切还没发生，纯粹只是我的猜测吧。但是美国的一贯秉性，你是知道的。我个人觉得是很有可能搞鬼的。而距离土耳其总统大选也没几天了，我们现在拭目以待，看看我猜的准不准。今天的雷日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